我有个简单的问题，毕主任，您说赵建廷已经承认了，那你们总要先怀疑，只有怀疑了才会质疑，只有你们质疑了，他才有可能承认。你们是从哪个点开始怀疑赵建廷的？举报电话，匿名的。举报电话里说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直接打给总部 CHO 的。2个电话都关机了。我去他家接过他，要不我现在去他家，看他会不会连夜飞回来了。先别着急，毕主任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快给你们提供新的替代者，随时向您汇报。不用再向我汇报了，甘斯东已经为此退出了董事会，我也无权再过问此事了，以后就跟卢主管直接沟通吧。土豆，即使你找到了新的替代者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？我要是你，这件事情还远未结束，弥天大谎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，就不配再在人力资源这行里混。我会的。我必须马上见你。什么？他自己承认造假？这事儿我玩线了，那边怎么处理的？连夜辞退，我现在脑子都是懵的。你得帮我干到死活，替我找一个赵建廷的替代者。材料给我，我已经让贾一梅发到你邮箱了。已经发了。哎，你知道我会不会答应啊？你就发。那30%的股份不是白拿的，你得抓紧机会好好表现一下。我现在头大着呢，顾不上。你顾得上什么呀？我又纠结了，好像那个秦飞又回来了。学术造假、学历造假，在这个层次的候选人里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以前做直介所，这样的事儿多的是。哎呀，不新鲜。帮着雅虎、惠普这样大公司挖人的，全都是地球上顶级的猎头。他们也遇到过 CEO 简历造假、选人一塌糊涂的案例。别安慰我了，我清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。是什么呀？第一，我得弄清楚赵建廷是哪段履历造假；第二，他是怎么造的假；关键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；第三，造假掩盖了什么。好，你呢就踏踏实实当你的侦探啊，找人的事情交给我了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我是冲着那30%干的。哎，这次佣金单聊。别太贪了。地中海银行对这个匿名电话也不想多说，应该是赵建廷得罪过的人。可悲的是，这个幕后人竟然能够知道我们调查不到的秘密。从揭发赵建廷的时间节点看，是有设计的，很致命。人都已经被解雇了，可是我们对事实真相还是零讯息。零讯息。冷冰冰的词儿。我们现在只能从零开始倒着查。跟地中海银行争取，找到那个匿名电话的机主。是北京的一个公用电话，只打过一次。北京的。赵建廷任职在北京，有可能是北京的竞争对手竞争失败。别瞎琢磨了。如果竞争对手有赵建廷造假的杀手锏，早就咔嚓了，还用等到他上任吗？也对。那顶替赵建廷的人选我们还要找。这事不用你去忙，我已经委托出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查出赵建廷履历造假的事实真相。他2次被猎头，应该有过严格的背景调查，都没有发现造假。一定不是整个履历都造假。毕主任说得很清楚，是学历和学术，更多的履历还是真实的。赵建廷2005年回国到今天，
只在远东银行和城商银行任过职。我又重新做过调查，结合之前的调查，可以肯定他这10年的履历是真实的。造假一定出现在回国以前。要查10几年前的真相，不可能吗？如果我们认为德仁是最好的团队，那就应该相信我们可以做到。联系上了吗？这个叫邱丽丽的，2000年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，比赵建廷高一届，现在定居墨尔本。这是目前能联系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2001年赵建廷确实进了安娜堡分校，期间有过2次中国留学生聚餐。他对赵建廷有过接触，但不多。对他的印象是活泼开朗。第2年，邱丽丽就毕业了。赵建廷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。如果你再跟这个邱丽丽联系，问问他有没有赵建廷的学弟和学妹可以推荐的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。有个不妙的消息。赵建廷在安娜堡分校拿到的 MFE， 以及该校网站上2003年 MFE 名单中的 Eric Zhao， 并不是赵建廷，而是个韩国人。那不对啊，韩国的赵姓翻译成英文，应该不是赵，智凹赵那是拼音的拼法，通常应该是 CHO 或者是 JO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那么说，赵建廷在巴克莱银行见习的经历和那篇论文，就都是这个韩国人艾瑞克赵的了。既然冒用了他的名号，那韩国人的业绩也就自然兼容进来了。赵建廷和那个韩国人都有自己的履历，如果盗用别人的，赵建廷可就有了2个不同的履历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他可能在韩国发表论文，同一天又可能在美国通过了求职面试，这岂不是漏洞百出？怎么可能？其实他复制粘贴那韩国人的履历并不多，只有2年的时间，就是在读 MFE 的后2年。还有，安娜堡分校官网上没有学生国籍的记录，校内的学籍网上可以查到。积极洞察机构也帮我查了，2003年安娜堡分校的 Eric Zhao 确实为韩国国籍。这是复印件，还有那个韩国人的联络电话。也就是说，赵建廷只读了1年就不见了，根本不可能毕业，也更不可能拿到 MFE 证书。地中海方面所说的履历造假，应该就是这一系列。找个韩语翻译试试。不见。赵建廷母亲的住址找到了吗？老太太住在钱江养老院，兼职文史教师。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，去这家养老院，争取找一份义工的工作，尽量靠近老太太。赵建廷以前的手机应该不会再用了，想要找到他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他是一个孝子，肯定会去探望老太太的。好吧，其实我们也不想深究德仁的责任。赵建廷的造假履历，其实已经被真实的优质履历覆盖几层了，而且又被尘封了11年。郑秋冬没有发现，我们也没有发现。他的自责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减轻。他委托我办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他对贵行深感愧疚。罗主管，这是您要的文档。上午已经开会研究过了，您给我们推荐的3个人选里，我们愿意关注的是这一份。以前的花旗深圳区负责人，叶继兰很不错，我方已经同意面试了。这么急啊？万一再有造假呢？别介意啊，我这个人爱开玩笑。奎总向我推荐你，
我就不得不亲自出面跟你谈了。唯品会的需求，你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国际线发展快，需要布局全球人才。对，所以我们急需找到那个对的人。如果找到的话，出面接待贾小姐的就不该是我这个大老板，而应该是那个人。现在我要请你做的就是那个人。唯品会正在深化全球正品特卖模式，海淘市场份额还在迅速扩大。可国际招聘总监怎么空缺了那么久？我宁可慌着人事这一块儿，给英雄留出用武之地，也不想东拼西凑的弄个杂牌军，那不是办法。我希望贾小姐来我们这里大展拳脚。你的条件我也大概了解，汇总也跟你说了条件了吧？公司搭建海外智能平台后，你的股票千万富豪只是起步。参照同业市盈率平均值，至少1700万。我有兴趣。明天可以签约吗？明天不行，我在德仁还有未了结的工作。做事最好当机立断，思前想后做出的都是坏的决定。不是思前想后，而是尽职尽责。公司刚做了一个大单子，给一家外资银行列一个支行长。结果，我们列的人上任之后，被客户发现履历造假，解雇了。这个人的背景调查是我主做的，现在是弥补阶段，我不能逃避责任。我给你的责任心点赞，我们先草签个协议，可以吗？我等你。门不会总开着的。赵建廷的替代者已经基本搞定，面试很成功。我早说了，你是我偶像啊！现在心里踏实多了。这事太恶心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账号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。Oh my god， 咱俩合作一定会永远愉快。哎，罗艺人来杭州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来了。注意，不是路过，是常驻。什么情况？他来做什么？奎大姐给他介绍了汇银创投基金，他去那边投资部了。做投行？北京不能做吗？非来杭州？陈修峰跟梁邦关系铁，有大哥罩着不是好做。再说了，在北京过得不舒服的不止罗伊人一个，来杭州混的也不是他一个人。你我不都一样吗？好吧，这故事挺俗的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再见到那个履历造假的家伙呀？没有，他一直躲着不见。我也纠结，他别一时想不开。不可能，最多也就是不好意思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有急事儿，拜。怎么样？那个韩国的艾利克照联系上了，翻译叫您过去。太喜剧了，他是个中国人。赵先生，让我们的郑总跟您说吧。开始的时候说了几句韩语，他突然说我们讲中文吧，吓了我一跳。你好，郑总，非常荣幸啊。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因为我对您很好奇。我们面前有一个巨大的谜团，跟您有关系，需要您帮我们解开。如果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可以及时付费，美元、韩元都可以。好的，那您先说，根据时间，事后我们再谈收费多少，行吗？好。您是中国人？严格的说，我是韩国人。我的父亲是山东人，母亲是釜山人。我出生在韩国。我说呢，您的那个赵字是知凹赵，而不是 CHO 或者是 JO。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认识一个叫赵建廷的中国人吗？当然认识，我还记得他的妈妈是个教师，能讲英语。没错。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安娜堡的？您等等。在韩国出生长大，中文怎么这么好？他做生意常年两国之间跑。再说了，
他爸在韩国是教中文的教授。你看，是他吗？是他，好年轻啊。他在那边没有读完 FME， 中文翻译、金融工程硕士，中途他就离开了。离开了？为什么离开？去哪儿了？应该在2002年，对，2002年的夏天，他认识了一个台湾女孩，他们谈朋友，就是这个，看不清楚挡住了。就是这个女孩。那年她毕业要回台湾，他们家很了不起，是做生意的，跟政界也有关系。赵建廷挽留也没能挽留住，女孩后来被他2个哥哥带回了台湾。后来没过多久，赵建廷非常思念她，就去台湾找她，就没回来读过书。去了台湾之后，就没消息了。这女孩叫什么名字？想不起来了，是学传媒的，我跟她很少见面的。赵建廷现在怎么样？替我问候他。好，有机会我一定转告。您后来没跟他联系吗？我毕业以后回到首尔，1、2年以后，他从美国给我发过 email。他有没有说在美国干什么？好像是在一家投资银行做分析员。虽然他没有学完，但是他很有银行家的天赋。再往后呢？再往后就没消息了。我本以为他会留在美国发展，没想到他回到中国了。他一直都是单身，这是为什么？赵建廷是一个孝子，很听他母亲的话，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顺从？单身啊？看来他和那个台湾姑娘没有结果，也好。我觉得他们不是很般配，地位上相差太悬殊了。那个女孩有种艺术气质，有个绰号叫公主，就是高高在上那种。赵先生常来中国吗？自贸协定前我经常去，但之后呢，我就很少去了，都让我的手下去。如果有机会来杭州，一定联系我，请您吃饭。好的，我也希望能在首尔见到郑先生。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，该怎么付费呢？不用了，见面请我吃饭就行。说明一下，刚才我说的所有内容，保证都是真实的，我可以负责。相信赵先生说的都是真实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再见。综合这几天的信息来看，赵建廷履历造假的底基本可以摸清了。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所谓造假，就是他2002年夏季到2004年夏季的2年时间里，履历是空白的。这段空白恰恰证明了他不可能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完成学业，并且获得毕业证书，所以他伪造了一份为时2年的假履历，来覆盖这段空白。他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利用了韩国这个 Eric 赵的英文名，伪造了毕业证书，并且利用了该院校对外网站能够查到 Eric 赵，但没有国籍提示的漏洞。最初他只是想在华尔街找一家投资银行实习，为将来回国发展铺设真实有效的 IBD 记号。怎么能确定他在瓦乔维亚银行的履历属实呢？可以确定，因为他就是在这家银行遇到了远东银行副总裁唐培哲。唐对赵建廷非常欣赏，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运作他进入远东银行的计划。不久，赵建廷就回国进入远东，之后10年的经历无可挑剔。这是唐总裁说的。刚才说的2年空白是怎么回事？你来晚了。刚才我们和韩国那个艾瑞克赵联系上了，他确定认识赵建廷，并且确定赵建廷在2002年夏天为了女朋友辍学去了台湾。是这样，有空白但不能留白，只能造假补上。即使造假了，赵建廷毕竟还是有很强实力的银行家，
这些都要加到他的材料里。或许有人会忽视他的造假污点，专用他的银行才能。知道了。可他在美国投行已经做到了 front office， 他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？或者跳槽到大摩高上去，而选择回国呢？因为他妈妈。那年他的父亲去世，母亲因为不想影响他上升的事业，并没有及时告诉他。远东银行的唐佩哲确实也是位猎头高手，他给赵建廷发了一封邮件，描述了赵母退休后孤孤单单的状况。他是这样描述的：坚毅的性格，搭着年迈的步履，更因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的身影而倍感苍凉。孤独的死母加上优厚的待遇，就在那年，赵建廷回来了。一个孝子，比一个学历可能更显人性的品质。他的母亲是个强硬的人，可儿子回来以后，一下子就变成了温柔自爱的老太太。为了方便照顾老人，赵建廷在银行旁边买了房子，把老太太接回来一起住。或许是为此，他一直没有交女朋友，也或许是因为台湾女同学的刺激，都有可能。直到去年，老人家实在不愿意成为儿子的牵绊，进了养老院。赵建廷几次跪求他回家，他都没有答应，但有承诺，等有了孙子就一定回去。这些都该记录在他的个人信息人品栏。当然，一定会有人更看重人品。造假怎么评判？和善良相比，造假离人品的核心更远一些。我宁可相信，至少有50%的造假是被迫的、无奈的，而100%的善良都是自然的、主动的。我想说，这一切本该是在我做背景调查时候就该发现的。过于相信表面文章，没有深究，很遗憾，请大家原谅。我们都应该反思，但也不必总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。好在得人知耻后勇，做到了亡羊补牢，把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。这说明我们得人是一个机制健康、运转合理的团队，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团队。你们说说，我们不进步，还有谁能进步？你说的那段唐佩哲的话，什么坚毅的性格，什么倍感沧桑，从哪儿知道的？他博客上2005年有博客吗？9月刚刚有，赵建廷被他挖去远东，他很。
球最大特卖网站。最大？不是才创立没几年吗？但增长很快。给你股份了？多少？算了，还没谈呢吧？我说的吧，你一定会把自己卖个好价钱。自己谈的吗？不是，也是一家猎头公司找的我。混在职场，活在猎场。其实我应该祝贺你的。你别这样说，替代赵建廷的人选还没有找到，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？秦主席，您听我说，网络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系统本身的问题，它已经是要命的运营风险问题。列一个跟你们集团相匹配的安全系统高管，应该是一个 A 级的项目。林总，这样说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毫不夸张，秦主席，网络安全之敌已经兵临城下。我马上给你转发一份美国财政部长在德克萨斯银行家协会上的讲话，看看您就明白了。然后咱们再谈合作。好吧，再见。请进。林总，你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那边开疆扩土需要你。小点声行吗？这里是特惠专列的地盘。我就是要挑拨离间，让索尔把你看成是奸臣。求你了，少爷，你小点声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贾一梅要走了，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做 HR 总监。人走了，心呢？你说他心脏的位置吗？在这儿。去，别装傻。你俩怎么样？没提我们俩，但我觉得有点凉。网络公司的 HR 总监，怎么找到他的？没多说，只说是一家猎头公司找的他。那边上创业板的申请材料已经上会了。都说上市。说句实话，我觉得贾一梅已经渐行渐远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她是一心寻求发展的打工妹，是这个城市压力最大的阶层，一切都很现实的。她跟你好，很难说是出于感情还是为了生存。不管她为了什么，都无可厚非。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能被选择。骑驴找马，一路往上爬，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台阶。今天是你，明天是谁？
活得很苦的。我是他的驿站。按照你的说法，看来当事者的感受，偶尔比旁观者要准确。你说的驿站，就比我刚才说的台阶要更像临时场所。你是理想主义者，他是苦干务实的公乙，两路人。再说了，我真没觉得你有多爱他，只是熊青春突然离开，你一时空虚，需要安慰。我没说我们要分手啊。那时他还没有找准下家。你个腹黑男！不管你怎么说吧，拭目以待。别说这个事儿了，乱七八糟。我就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能从这儿辞职？这回我很小手吧？郑总，郑总，你总不能让我裸辞吧？咱们之间总得先……你懂的。郑总，你工作得怎么样？咱们这边说吧。这几天我跟赵建廷的母亲接触还算多，老太太对我也没什么防备。她说儿子就在日本，每天都给他打电话。躲日本去了？真的假的？应该是真的。我趁老太太不注意看过她的手机号，显示的是境外号码。哦对，还有这个。这是谁啊？啊，这是赵建廷的母亲，往后翻。这是谁？赵建廷那个在美国读书的台湾女朋友。哦。老太太给我看老影集，我翻拍到的。土东，我要是你，这事还远未结束，弥天大火了。不把这件事情真相查个水落石出，就不配再在人力资源这行里混。香港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你好，我是杭州德聚人和公司的郑秋东，今天早上和蔡婉玉董事长约好的。郑先生，请喝茶。谢谢。蔡董事长在网上放的照片，不是您本人的吧？郑总观察得很细腻，网站上的照片是家嫂的。我在贵公司的网站上得知，你们正在招聘丝绸制衣设计师。我是做猎头的，
就把材料带过来了。丝绸设计师，杭州应该是最好的了。网站上写的酬薪是面议，您看这3位建议的价位，会不会有点高？做猎头的很知道分寸。要是郑先生请问我们要列个设计师，应该联络的是人力部门，不应该联络到我这个董事长。确实另有原因。那就让我手下跟你手下联络吧。郑先生，你其他原因是什么？赵建廷。蔡女士一定认识吧？是他让你来找我？不是，我保证，我来找你，他毫不知情。我可以从头说起吗？请说。2个半月前，有一家法国银行委托我们猎聘一名支行长。经过缜密的筛选，最终我们选择了赵建廷。这家法国银行发现他履历造假，把他解雇了，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挫败感。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他有1年半的空白期。履历造假就是为了掩盖这段空白。空白的起点始于2002年6月，他追随您回了台湾，终点止于2003年11月。至于他是在台湾住了1年半，还是很快又回到了美国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其实赵建廷的专案在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，是我个人心有不甘。这个空白的谜团拆解不开，我就会被好奇心一直折磨下去。知道网站上的照片为什么不是我本人吗？因为我已经死了。换个地方说。我可以回答你的疑惑。将近2年的时间，赵建廷一直在台湾，我只见过他2次。离开美国的时候，我没有告诉他我不回去，那个时候还是恋爱状态。只是我心里明白，我家族绝对不会同意我跟他的关系，所以，我一踏上回台湾的班机，我就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就已经死掉了。回到台湾，父兄就把我禁锢在企业里，也把我的婚姻嫁接给了父亲的商业盟友。联姻让家族的事业更强大。我只好告诉赵建廷，无望的生活已经开始，就让小别变有别吧。